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快乐手工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，在我主页顶姿的位置呢，有这样子的一款包。这款包啊，又可以双肩背，又可以单肩背。做的人呢非常多，到现在还有人留言问我做当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哈。看来这样子的包呢是非常受欢迎的。今天我也带来的是这样子的一款包，那这款包和那款包比起来呢，制作那就简单多了。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包用到的材料和具体的尺寸。这4片面料呢都是26厘米的正方形，2片面子，2片里子。和大家说一下今天面子的材料啊，这个呢是一个绣花的帆布面料，因为帆布面料非常适合做包，所以呢单层就可以了，它很硬挺。这片面料呢是人字纹的棉麻面料，因为这个面料就相对来说就软多了啊，所以我在反面呢烫了50克的无纺衬，然后呢在上面还认了线。这2份呢是包底的材料，面子1份，里子1份，它们呢是直径16.5厘米的圆。那以上所介绍的材料呢都是含缝缝的。这些呢是包用到的配件，这根拉链长度呢是26厘米。包带呢我已经做好了，做好以后呢，宽度1.5厘米，长度呢是1.5米，然后3个口子扣，2个龙虾扣和1颗摁扣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动手制作了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做拉链，我们把拉链呢给分开哈，然后这儿各半根，这儿呢各半根，齿呢是向外的，然后呢我们盖上里子材料，在这儿呢各侧1条线。3层材料车在一起呢，对于我来说也是非常困难的哈，所以我每次呢也是分开车的。2条线车好以后呢，我把材料翻到了正面，把拉链头呢也装上了。接下来呢，和以往做包的工序是一样的，我面子和面子叠，里子呢和里子叠，然后我们2条侧边呢各车1条线，侧边车好以后呢，咱们在里子、面子上面分别固定上底部哈。然后里子的底部呢，我们是需要留一个反口的。面子的底部呢，在车之前，咱们在底部呢先固定上口子扣，它的位置呢就是直径的2端，它和主体连接的位置呢就是包体的2个中心点。包底车好以后呢，我们从里子这儿的反口把整个包啊翻到正面。包翻到正面以后，我们呢在包口的这个位置哈，就是拉链拉到头的这个位置上，固定上1个口子扣。这个口子扣固定好以后呢，我们把包带穿过口子扣，那然后在包带的2端呢装上我们的龙虾扣。包带呢做好了，那今天这个包带呢我在这儿装了个日字扣，这样包带呢就可以调节了。在主体材料的正面啊，我钉了1颗摁扣，半颗摁扣呢是钉在中心线上的，离底部呢7厘米，这半颗呢钉在这儿。那我们整个包呢就制作完成了。现在我把刚才钉的那个摁扣呢给扣上了，整个包啊就是一个水滴的造型，是不是挺好看的？那我们把包扣固定在底部的其中1个口子扣上，那这个包呢就是单肩背。把这个包扣分别固定在2个口子扣上，那就是双肩背了。现在我把调节一下背起来给大家看看。现在呢就是双肩背了，我把包扣呢分别固定在底部的2个口子扣上。这期视频内容就是这些了，感谢您花宝贵的时间呢来看我的视频，记得要帮我点赞哦。咱们下期再见。